在遥远的中国西北边陲，有一个被群山环抱、河流滋养的神秘村落，这里就是新疆和睦村，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地方，也是成吉思汗后裔图瓦人最后的家园之一。晨光穿透薄雾，唤醒新疆和睦村的原木小屋，炊烟与雪山轮廓绘就一幅宁静画卷。这片远离尘嚣的土地，是图瓦人世代繁衍的家园。如果说新疆的喀纳斯是神的后花园，那么和睦村就是神在后花园为他自己保留的一片自留地。木屋藏故事，每一角落都诉说着村落的古老文化与神秘韵味。让我们走进和睦，领略其自然景观的壮丽，感受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。和睦村被誉为中国第一村，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。它坐落于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喀纳斯湖畔，这里一到冬季就银装素裹，吸引了很多的摄影师爱好者前来。在这片群山环绕的密林里，是蒙古族图瓦人和哈萨克族的聚居地。在通往布尔津县的公路未修通之前，从这里到县城起码要走上1个礼拜。这样偏僻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气候环境，造就了和睦村世外桃源般的迷人风光。传说中，成吉思汗在西征途中途经喀纳斯湖，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，决定在此休整人马。他喝了湖水后感到非常解渴，便问手下将领这是什么水。一位将领回答说这是喀纳乌斯，意为可汗的水。于是成吉思汗便将此湖命名为喀纳斯湖。图瓦人传说中，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后代。成吉思汗驾崩后，遗体沉在喀纳斯湖中，图瓦人作为他的亲兵，留在湖边世代守卫亡灵。他们认为湖怪是保卫成吉思汗亡灵的湖圣。为了保卫成吉思汗，他们在湖边开始建造村庄，并以游牧为生。他们起初是天生的猎人，后来逐渐在和睦河定居，最后形成了这个迷人的村落。然而，也有观点认为图瓦人可能是由突厥人逐渐过渡到蒙古人的民族，他们的祖先可能是铁勒人的都波，后被蒙古化。尽管存在不同的说法，但图瓦人与蒙古族在文化、服饰和生活习惯上非常接近。他们信仰喇嘛教和萨满教，并保留着祭山、祭天等宗教仪式。由于生境和经济模式的不同，图瓦人与我们熟悉的游牧民族还是有很大差别。图瓦人这一称呼多见于中国近现代历史。对于图瓦一词的来历，有这样的传说：一位金朝大汉下令将一个部落卖给远方唐努山的一位奴隶主，这些人就被称作被赶到深山里的人，突巴、图瓦，即是被追赶、被赶出家门的人的意思。不过图瓦人居住的地方的确是属于深山地带，他们也被叫做林中百姓。在中国，图瓦人不足2000人，还不到一个普通小学的人数。他们逐水草而居，四处迁移，是个迁徙中的民族。相传图瓦人在历史上曾建立过图瓦汗国，但在公元13世纪时被蒙古军队征服，成为蒙古帝国的一个部落联盟。所以图瓦人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裔，家家户户都供奉着成吉思汗画像。他们有自己的语言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图瓦语已趋于消失，大多数年轻者已经不太会使用。现在他们主要用的是哈萨克语。他们的宗教信仰颇具特色，主要信仰萨满教和藏传佛教。萨满教是图瓦人的传统宗教，融合了祖先崇拜、自然崇拜和灵魂信仰等元素。随着佛教的传入，部分图瓦人也开始信仰藏传佛教，但萨满教仍然是该民族的传统信仰。图瓦人每年会举行祭天、祭湖、祭山、祭鱼、祭火等宗教活动，以祈求神灵保佑他们的生产和生活。图瓦人的传统节日有很多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新年节，也叫做伊维扎节和敖包节。新年节一般在每年的2月或3月份举行，是图瓦人民族最重要的节日之一。在这一节日里，图瓦人民族会进行传统的歌舞表演，同时也会举行祭祀和宴会等活动。敖包节则是图瓦人祭祀天地日月大自然的节日，一般都在农历5月至7月举行。在这一节日里，人们会临时搭起蒙古包，举行祭祀仪式，并祈求神灵保佑。他们作为游牧部落，至今还保留着祖先留下来的生活方式。随着季节转换居住地，夏季上山放牧，冬季回到河谷。
夏季时，阳光洒满喀纳斯湖畔，图尔牧民们随着季节的律动，驱赶着羊群向高山牧场进发。这里的山峦披上了一层翠绿的新装，野花点缀其间。牧羊人身着传统长袍，腰间别着木笛，他们的身影在山间小道上忽隐忽现。随着一声声悠扬的牧笛，羊群仿佛听从着自然的召唤，沿着山坡缓缓移动。他们在蓝天白云下享受着丰美的水草。午后，阳光透过树梢，斑驳陆离地投射在草地上。牧羊人选择一处山泉旁的阴凉地，铺开毡子，摆上刚挤的羊奶和自制的奶酪，享受着山野间的宁静。孩子们在溪边嬉戏，水花飞溅，笑声清脆。傍晚时分，山风渐起，牧羊人开始召唤羊群归圈。他们用传统的呼麦唱法，声音在山谷间回荡，悠长而深远。羊群似乎也感受到了归家的旋律，纷纷加快了脚步。夜幕降临，牧羊人回到木屋，围坐在炉火旁，和家里人分享这一天遇到的趣事。在没有定居之前，禾木村就是图瓦人的冬季狩猎场。禾木村的冬季十分漫长，一年里有7个月的冬季。有时你秋季进入禾木村，都会发现这里有可能早已银装素裹。禾木的平均积雪深度在 1.5 米以上，将近1人高的积雪不仅阻断了村落和外界的联系，还导致人和牲畜也寸步难行。由于与外界的联系经常会被阻断，一些生活用品并不是很好能获得，所以图瓦人基本上都会自己做木工，比如木勺、木碗、木盘等。禾木村附近都是松木林，对于图瓦人来说就是就地取材。90岁的曲木就是这样的一位图瓦人，他家里的木碗等生活用具都是自己做的，他的好手艺的视频也被来游玩的游客发在网上，成为了现在被熟知的网红爷爷。冬季的到来是图瓦人开始修缮木屋的前奏。以前先辈们会用原木盖一种半地窝子的临时住房，用来熬过冬日的长夜。图瓦人现在的木屋是用原木搭建而成的，他们通过在木材的两端精心挖出凹槽，然后巧妙的嵌合，层层叠加，形成了坚固而温暖的居住空间。在选材上，图瓦人倾向于使用当地丰富的红松木，这种木材不仅易于获取，而且质地坚实，非常适合建筑使用。为了进一步提高木屋的密封性和保温效果，图瓦人在木材的连接处巧妙地填充了一种名为努克的草本植物。这种草不仅具有防水功能，还能显著提升木屋的保暖能力。屋顶的设计同样体现了图瓦人的建筑特色，他们普遍采用人字形坡屋顶，这样的设计有助于冬季积雪的顺利滑落，有效避免了积雪对屋顶的压迫和损害。而在室内，屋顶则是平顶设计，这不仅为居住者提供了额外的空间，而且这个空间还被巧妙地用作贮藏食物和饲料，增加了木屋的实用性。这是图瓦人特有的建筑特色，只有在禾木、喀纳斯和白哈巴这3个聚居地才能够看到。在这里，所有的房子都是门朝东开，当地人认为盖新屋、上梁扯白布子是一种祈福的方式。每家图瓦人都有在房前房后精心制作的栅栏，用于围住牛羊圈和菜地。栅栏不仅实用，还是图瓦人文化的一部分。图瓦人在建造木屋时不砍活树，使用的木材都是来自枯死的或风吹倒的树木。不仅如此，他们对于建筑也有自己的艺术，他们常常会在木屋和栅栏上绘有鲜艳的色彩，为漫长的冬季添加一抹颜色。如今这些小木屋俨然已经成为了图瓦人的标志，它们看起来非常原始古朴，带有游牧民族的特色。立冬将至，几场大雪的到来寓意着图瓦人需要为冬季做好充分的准备了。积雪下的牧草远没有夏季时的肥美，母牛的产奶量也受到影响，开始急剧下降。牛奶对于图瓦人来说就像空气一样，每天都需要喝奶。然而奶量的下降导致他们只能由每天挤奶变成了1周挤一次。等再过一段时间，母牛就没有奶可以挤了。尽管如此，聪明的图瓦人会想办法在这段时间尽量的多挤奶。他们会把奶牛和小牛先分开，然后把小牛放出去，让小牛去寻找自己的妈妈。会让小牛先吃一点，这样出奶就会比较多。不过挤牛奶也是一个危险的工作，
挤的时候也要小心，因为有些奶牛的脾气也不是很好，就会出现踢伤主人的意外。和睦在图瓦语中译为棕熊腰身上的肥膘。过去图瓦人以放牧和打猎为生，形成了图瓦人天性乐观、豪放、骁勇的性格。图瓦人善骑射、善滑雪、能歌善舞、酷爱喝酒，家家户户都会酿制奶酒。据说和睦村人均每天要喝2瓶半酒，在寒冷的冬天，奶酒不仅可以暖身，对健康也有益，还能消磨漫长的冬日时光。图瓦老人们一个个身体硬朗又长寿，或许奶酒功不可没。而酿造酸奶酒是图瓦人几乎每家每户在冬季之前都需要做的事情。酿造酸奶酒需要大量的鲜奶，这时候如果没有囤积到足够多鲜奶的话，就必须挨家挨户的借。不过生活在和睦的图瓦人基本上都相互熟知，只要知道名字就可以找到他们的家。图瓦人认为食物能够给人带来好运，在外界食物的时候，他们会留下一部分，表示好运不能全带走，家里也要留一些。这种用发酵后的牛奶酿造的酒，酒精度虽不高，喝完不易上头，却会让人腿软。据说这也是热情好客的图瓦人留客的秘密武器。酿成后的第一口奶酒，图瓦人都会浇入火中，以表感谢与敬重。就像对树木的前进一样，图瓦人也崇拜火和水，既会往火里吐痰、扔脏东西，既会在河水里洗澡、洗衣服、倒垃圾。当冬季如期而至，几场大雪下来，和睦村被披上了厚厚的冬装，整个村庄被厚厚的白雪覆盖，屋顶、道路、树木，一切都披上了洁白的外衣。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图瓦人的传统木屋在雪地中显得格外温馨。尖顶的木屋在雪的重压下依然坚挺，屋顶上炊烟袅袅升起，增添了几分人间烟火气。屋内，图瓦人围坐在火炉旁，手捧热腾腾的奶酒，享受着家的温暖和奶酒带来的微微醉意。孩子们在屋内追逐嬉戏，不时传来银铃般的笑声。远处的雪山在阳光的照射下闪耀着银光，近处的河流被冰层覆盖，展现出一片童话般的雪中王国。午后，图瓦人会穿上厚重的冬装，走出温暖的木屋，踏入这片银装素裹的世界。他们会乘自制的雪橇出猎，在雪地里滑雪、摔跤，甚至举行小型的赛马比赛，尽情享受冬日的乐趣。据考证，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图瓦人最早发明了滑雪板，因此新疆阿勒泰地区又得名人类滑雪起源地。尽管人人都是狩猎大师，图瓦人却能敬畏自然、保护自然的意识相当强。如图瓦人在狩猎时不会射杀或捕捉怀有身孕的动物。对可狩猎的动物，图瓦人也有规定的捕捉数量，其认为一旦捕杀超过数量的动物，人就会遭到报应。傍晚时分，当夕阳的余晖洒在雪地上，他们又回到了温暖的家中，准备着丰盛的晚餐，烤肉的香味和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小屋。夜晚，星空下的和睦村静谧而祥和，图瓦人围坐在炉火旁，讲述着古老的传说，或是弹奏起楚尔琴，唱起悠扬的呼麦，让这个冬日的夜晚充满了温馨和诗意。图瓦人始终保持着乐观、豪放的性格，他们善于骑射和滑雪，冬季的雪地成了他们展示这些技能的天然舞台。有时，他们也会选择留在室内，进行家务活动和手工艺制作。他们会修补工具、制作衣物和日常用品，以及维护和制作滑雪板和其他冬季交通工具。此外，冬季也是享用存储的肉类和干酪的好时机，这些食物在寒冷的气候中保存得很好。在图瓦人冬季的生活中，他们与大自然和谐共处，体验着严寒带来的挑战与美丽。随着季节的更迭，当冰雪开始融化，图瓦人也迎来了他们的新年节，也就是春节。对他们来说，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。图瓦人作为蒙古族的一个分支，他们庆祝新年的方式充满传统色彩和民族特色。春节期间，图瓦人会举行各种庆祝活动，包括赛马、射箭等。除夕之夜，他们会进行一项重要的仪式——砸骨吸髓，也称为吉类克，以砸开牛骨并吸食骨髓的方式来庆祝新年的到来，这象征着幸福和财富的增长。在春节期间，图瓦人家家户户
都会准备丰富的节日食品，如油炸麻花、包尔萨克、馕块、奶疙瘩等。他们还会进行家庭聚会，互相拜年，表达对亲朋好友的祝福。此外，图瓦人也会举行宗教祭祀活动，如祭山、祭天等，表达对自然和神灵的敬仰。随着春节的喜庆气氛渐渐淡去，图瓦人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和谐。而在这片古老而又神秘的地方，和睦村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民族文化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。在这里，古老的图瓦文化与现代旅游业的繁荣交织，绽放出独特的魅力。和睦村坐落于喀纳斯湖南岸2至3公里处的喀纳斯河谷，以其1390米的海拔高程，成为布尔津县通往喀纳斯湖风景区的门户。这个被群山环抱、水清灵秀的村庄，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探索。喀纳斯湖的旅游开发不仅让更多人发现了这片净土，也为和睦村带来了新的生机与发展机遇。游客们在这里不仅能体验到图瓦人的传统生活方式，还能享受到现代化的旅游服务设施，使得和睦村成为新疆旅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和睦村的四季都有着它独特的魅力。春日的和睦村，冰雪渐融，大地回春，披上嫩绿的新装，山花烂漫间，树木吐露新芽，村庄沉浸在一片生机之中。对于游客而言，春天的和睦村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，更是一次亲近自然的机会。摄影爱好者可以捕捉雪山下河流的蜿蜒，草原上野花的绚烂，记录下这自然的杰作。游客还可以参与春耕体验，亲手播种，感受与土地的亲密接触，或是跟随当地向导徒步探索山间小径，呼吸清新空气，聆听鸟语花香，尽享春日和睦的宁静与活力。夏季的和睦村化身为一片翠绿的海洋，森林郁郁葱葱，草原一望无际，河流清澈见底。在这个季节，游客可以骑马在林间小道上穿梭，徒步探索自然的奥秘，或在河边享受宁静的垂钓时光。当夜幕降临，璀璨的星空下，露营成为体验夏夜的理想方式。游客可以在凉爽的空气中参与篝火晚会，与同伴共享星空下的故事和欢乐，尽情享受和睦村夏日的宁静与和谐。秋季的和睦村，游客徜徉在五彩斑斓的森林中，每一步都踏着落叶的清响，感受着季节更迭的韵律。在这个季节，图瓦人忙碌的身影与丰收的景象交织，游客不仅可以观赏到自然美景，还能体验到当地人为冬季准备的热闹氛围，参与到图瓦文化的独特习俗，感受不一样的生活方式。冬季的和睦村，白雪皑皑，银装素裹，成为一片纯净的冰雪王国。游客在这里可以体验到真正的北国风光，无论是在雪地上尽情滑雪，感受速度与激情的碰撞，还是乘坐马拉爬犁，穿梭于林间雪道，享受冬日的宁静与祥和。在探险之余，游客可以回到温暖的木屋，手捧一杯热腾腾的茶，透过窗户观赏那被阳光点缀的雪景，体验一份远离尘嚣的宁静与惬意。夜晚，星空下的和睦村更是别有一番风味。游客可以参加篝火晚会，与图瓦人共舞，感受他们的热情与好客，享受一段难忘的冬日旅程。除了这些自然风光外，和睦村的民族特色也让人流连忘返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听到图瓦人演奏楚乌尔，一种口笛乐器，又或是耶尔特琴和托布修尔，一种弹拨乐器。音乐的风格大都简洁、明快、激情，展现出游牧民族的豪迈。在这里，你还可以感受到图瓦人传统的音乐艺术呼麦。呼麦是一种喉音艺术，演唱者运用特殊的声音技巧，一人同时唱出2个声部，形成罕见的多声部形态。演唱者运用闭气技巧，使气息猛烈冲击声带，发出粗壮的气泡音，形成低音声部。在此基础上，巧妙调节口腔共鸣，强化和集中泛音，唱出透明清亮带有金属声的高音声部，获得无比美妙的声音效果。而据音乐学家们考证，中国诸多古籍有记载，北方草原民族的一种歌唱艺术啸就是呼麦的原始形态。如此，其历史至少可追溯到2300年以前。你还可以看到图瓦人的传统舞蹈，如阔什舞、达尔汉库尔舞等，
还可以与当地的图瓦人共舞，一同感受域外舞蹈带来的魅力。喜欢绘画的游客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。在图瓦人的栅栏和房屋上有着很多绘画，绘画主要表现出了图瓦人对自然、动物的热爱和崇拜，以及对生命、祖先的尊重和崇敬。他们使用的颜料主要来自自然界，如土壤、草叶等，画面的色彩鲜艳、明快，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。与都市的喧嚣忙碌相比，和睦村的舒适宁静就像一处被岁月遗忘的角落。对于现代都市中的年轻人来说，和睦村不仅是一个逃离喧嚣、回归自然的理想之地，更是一个寻找自我、体验不同生活方式的圣地。在这里，他们可以放慢脚步，感受时间的流逝，体验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，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放松。也许这就是和睦村如此吸引年轻人的原因吧。然而，和睦村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当地的图瓦人来说也是喜忧参半。喜的是，它为当地居民开辟了新的收入渠道，从传统的畜牧业转型到以旅游服务为主的经济模式。村民们通过经营民宿、参与旅游项目、销售手工艺品等多种方式，实现了收入的显著增加。基础设施的改善，如道路修建、电力供应增强，也为村民的生活带来了便利，提高了生活质量。同时，旅游业的发展还促进了当地文化的保护和传承，让图瓦人等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得以向世界展示，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。忧的是，随着游客数量的增加，如何平衡旅游发展与生态保护，成为当地需要面对的问题。传统文化随着各地游客的不断涌入，受到了强烈的冲击，保护古村建筑也是一大难题。此外，旅游业的兴起也促使当地居民对传统生活方式有了新的认识和创新，他们需要在保持文化特色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。和睦村这个被神眷顾的地方，不仅是一个世外桃源，更是一个充满神秘和魅力的地方。如果你也喜欢，你也向往在忙碌的生活中寻找一片净土，那么和睦村会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你还知道世界上有哪些世外桃源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和转发哦。本期内容到此为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